于100块的牛肉汤，超有弹性的，有点香蒜味，好吃的，很 Q。它的豆花竟然只要15块钱，超俗。原本想说来凑个数，结果口感很好哎。前面那位发呆的女子，今天我们到哪里了？你看不出来吗？我们又来到安南果菜市场啦！超大的市场。对，这里呢是台南安南区这边第1大的市场，它有贩售非常多的菜市场类的东西，当然里面也藏有非常多的美食。但是我们刚刚先去安南市场附近的一家很有名的小笼包店，它叫做美味小笼包。它呢早上6点开到10点，但其实呢根本开不到10点，可能8点多9点就售完了，超多人。那我们买了4颗小笼包，这家一大早外面就排了超多人的。它生意超好的它里面啊看起来超级不起眼的一家店，可是它的那个小笼包至少有6、7个人在包，然后那个蒸笼啊是3个炉，是不是？上面都是叠满满的小笼包蒸笼，一个炉上面都叠了大概4、5个蒸笼，然后有1箱的啊，然后外带的啊，然后有人先订的啊什么的，超级多。那我们试试看吗？一颗的话是13块，其实蛮大颗的很香。旁边也有很多观众你看好多观众哦，有人看到睡着。他们本来就在睡觉吧。新鲜，它皮其实算是厚的小笼包，不是那种皮薄的。但它的肉啊，我觉得很新鲜，再加上它的那个葱味很明显。它的汤汁没有到非常多，可是它吃下去是会让你可以稍微喝到一点的感觉，还蛮鲜的。你吃看看。好。我觉得是不是要加它的酱会比较不一样啊？因为吃起来跟我之前吃小笼包好像唯一比较不一样的地方是在底呀，吃起来比较没那么干。我加看酱，这样什么脸？它的汤汁确实比一般小笼包多很多。我觉得汤汁是有比较多，味道其实就是鲜呐。你要说它很特别或是让你很惊艳吗？可能就还好。但是加上它的酱变比较甜一点，因为那是台南酱油膏啊。就是个不会让你惊艳的东西，但是是日常好吃的东西。就是开在家里隔壁会去买但你专程特地跑过来，你可能会觉得对，但是还是值得吃一下啦。因为毕竟在安南这边，其实它也是有著名的观光景点，像是鹿耳门的那个妈祖天后宫，它的那个庙宇啊，其实是蛮多人会来拜拜的一个地方。而且居然给我加辣酱，可恶！我们去吃下一家吧，去市场里面找美食。这一家终于是有开了哦。对，这家叫做福记鸡肉，心心念念的炸鸡脚，10块钱3只，真的是炸鸡脚对啊，第一次看到，好酷哦！来吃看看，它指甲，它指甲其实看起来有点可怕。对啊，很尖。我先吃它的肉。吃起来就是炸鸡的味道，只是没有什么肉没有像我平常吃鸡脚，因为对鸡脚的印象就是卤鸡脚的味道，所以因为它吃到就是吃炸鸡皮，因为它没有什么肉，所以吃起来是鸡皮的味道啦。对，其实吃起来是炸鸡腿那种外面鸡皮的味道，不是特别有鸡脚突出的味道，也没有那种鸡脚冻或者卤鸡脚的那种胶质，就是炸鸡。有啦，它里面还是有胶质啊，你可能要吃它手掌心的部分。那你吃它指甲，指甲能吃吗？不敢，它还有指甲垢。那你吃卤鸡脚的时候怎么都不会？对啊，反而是这个让我觉得有点可怕。2大包的三角骨，超扯的这超便宜的而且它三角骨超大块。对，它三角骨跟我们平常在那种炸物店吃到的长得不太一样，长得跟薯饼一样大块。这已经是鸡翅的大小了吧？对啊，吃看看。有肉真假的？三角骨有肉？太夸张了吧！人家三角骨不就是要吃它那种软软的骨头的那种嚼劲吗？那是鸡软骨。那鸡软骨。软骨头是鸡软骨，三角骨就是有点像是嘎吱窝的那种。是那我意会错了。对，三角骨本来就会有肉，可是因为它很大块，所以它的这个肉啊，以三角骨来说，我觉得是偏多的。然后它吃起来味道比较纯粹的炸鸡味。它就是外面撒胡椒粉的那种炸鸡皮的味道，然后里面的肉是没有腌过的肉，所以它没有额外的
调料或是其他的腌制的味道，比较单纯的鸡肉味，但很划算。这次就是想吃炸物的时候会很爽。可是有人一大清早在吃炸的吗？对啊，台南人。它其实炸物还有一些其他的东西，可它就只有礼拜五、礼拜六、礼拜天的7点到下午1点才有。还有卖咸酥鸡、鸡软骨、柳叶鱼，然后虱目鱼鳞这些等等的，它那个菜单上面都有写。炸物等于说它卖鸡肉，然后额外有这些东西，它再拿来卖你这样子，划算啊！再来呢，这家来到的是东河土拓鱼羹。这家呢也是隐藏在菜市场里面的，算是颇有知名度的一家。再加上我们上次拍台南的时候吃到好吃的土拓鱼羹，所以今天当然也不能放过它。这边还有卖一些什么肉燥饭啊？对，它其实里面有肉燥饭、跟啊海产粥。但是它有名的是土拓鱼的。它名字就叫东河土拓鱼羹。没有，它叫东河而已啊。台南的土拓鱼羹好像一定都要加面或加米粉。好像没有在单卖土拓鱼羹。没关系，我就是只喝羹汤。我们今天就是点了一碗土拓鱼羹汤啊。它的羹汤看起来跟上次比的就没有那么的黑哦，它就比较像是一般的羹汤的颜色，没有加醋的感觉。但是上次那个也是没有加醋啊，而且它本来可能就有加了一点点，只是我们可能是合我们口味的，我觉得。那喝喝看。它也甜。真的。虽然它看起来的颜色是偏就是像一般羹汤的感觉，但是它其实甜味也有。然后它除了甜之外啊，它还有带有胡椒味。对，因为它上面撒一层厚厚的胡椒。还不错哎。它的胡椒味还蛮浓的，有点不太一样。上次那个是有点焦炭味。对。这个是一般的羹汤里面加甜味，还不错。但是我还是比较喜欢有点焦炭味的那个上次。再看看它的土拓鱼，它的土拓鱼不知道有没有在丹麦，它炸在那边感觉好想买，直接买土拓鱼回家自己吃。而且它给的土拓鱼其实蛮大块的，它是肥厚的，它里面大概有6大块。那土拓鱼我觉得吃起来鱼味很明显，对，很原始的鱼味，因为它比较大块啊。对，它就是炸过的土拓鱼块，然后它是那种吃到鲜鱼肉的感觉，对，是有调味过的那种。它的汤头里面有大蒜，蛮多的。有吗？有很多蒜。哦，真的？那还是那是鱼肉？没有，那是蒜味，有蒜味。我觉得差别在于上一集拍的那一家是红烧土拓鱼羹。哦。这就是一般的土拓鱼。所以其实我们喜欢吃的是红烧土拓鱼。但烧制的我们都喜欢。要先卤炒过的那种，大锅大火炒过的那种。但是以羹来说，其实它真的算不错。对。而且如果说它是有加面的，因为它一样卖80块嘛，会吃很饱。因为它的鱼块真的很大块，是很鲜甜的鱼肉味，是好吃的。再来呢，这个菜市场里面呢，其实呢一样不免俗的，一定有台南牛肉汤，非常的多家哦，其实有4、5家都还蛮知名的。那今天喝的呢是那今天喝的呢是阿福牛肉汤2店，直接讲隔壁潘明的。太早了，现在还不到9点，还是刚9点，好累。这家是阿福牛肉汤2店，它本店的话就是卖牛肉的，不在这边，它在这里面开了一家新的牛肉汤店这样。那因为这边菜市场其实安南这边离善化很近，大概半小时的车程，所以它这边的牛肉基本上都是就近从善化取来的，所以算是会很新鲜这样，不能放太久，赶快来喝。那我们今天点的就是一碗牛肉汤，70块而已耶。现在牛肉汤在台南市区喝都要100多块。对，我们上次喝一个150的，对，它才70块。怎么样？感觉很爽哦。很鲜甜呢，它没有过多的那种调味，有点姜味。对，很汤的原始的味道跟那个肉香味在里面，甜甜的这样子，是一种很清淡的感觉。肉的甜味在里面。是看它的牛肉，它牛肉其实算蛮多块的哦。怎么样？你有沾它的那个辣妹糕？有。吃的会变辣妹。我是不是都泡太久？对，因为我刚拿来的时候捞起来是粉，需要有一点用力的力气咬。对，可是还是算不错的。因为真的泡太久了。有了，还是有嫩的。有几块是比较嫩的。但在这个市场，我现在竟然可以吃到低于100块的牛肉汤，而且还是好吃的，就觉得有点开心。汤头很优秀。
贵虾仁骂丸。它在这个安南市场呢，也是非常有名的一家熟食店。而且它的虾仁骂丸啊，超便宜的，3颗40块，超熟，1颗才55块，我靠！我们上次拍过丰原是一份2颗还是3颗？也是3颗，也是3颗。然后它这边的骂丸现包的，对，它不是那种很吹弹可破的皮，是那种清蒸的软软的入口即化的皮。它除了可以加蒜头跟香菜之外，它这边还有自备那个瓦萨比可以点。对，好酷，超酷。好吃耶，很 Q， 绝对是你的菜。很 Q 吧？就酱就对了，我就喜欢这个酱。超有弹性的，有点香蒜味，然后带着，因为我们有加香菜，我们敢吃，但它也可以不加。其实我发现我喜欢吃的辣丸是其实取决于它的酱。但是这间的皮跟我喜欢的皮还是有一点点落差。它不是那种炸的皮，但是也不会到入口即化，它是有一点点弹性，Q Q 的。它不是那全部很软的那种。对，它是 Q Q 的，介于我爱跟我不爱的之间，偏我爱一点。你确定大家有想知道你爱什么？今天很呛嘛。我们后面就超多人，大家都买回去外带的。它的虾子不是那种台南的那种虾仁霸王的火烧虾，不是那种比较大只的剑虾或火烧虾，但它的虾以它这个价钱跟这个分量来说，其实就很 OK 了。你也不会觉得不够或是怎么样。如果要找这些美食啊，都是在第5栋，因为它有很多栋，在第5栋第1条进来就会看到了，很好找。是果菜市场里面呢，它有一家蛮温馨的咖啡店，它叫做 RU 咖啡店。对 ，RU Coffee。我们点的是一杯冰拿铁，这样的话65块，不算太贵，而且在菜市场里面很别致哎。对，可以喝到这个，我觉得还蛮特别的。它其实跟我们一般在逛那种买的咖啡厅蛮相似的。来喝看看。我觉得不是你的爱，你太多东西不爱了。是拿铁耶，还不错啊，在市场里面的一个小文青。接下来我们来去吃豆花，这家呢是阿义豆花，它呢主打的呢就是它的豆花竟然只要15块钱，超俗，超便宜的，而且这样一杯其实我觉得分量也很够，很适合一个人吃个下午茶。它就是一个小小的摊车而已。它有蛮多不同的口味的，红豆啊、绿豆啊、珍珠啊这些。还有牛奶豆花。我们买的是绿豆豆花，试看看。就是小个短袜啦。就是小个短袜啦。但是我觉得它的豆花偏比较有口感一点比较扎实。对，比较需要咀嚼一下，没有那种进去到嘴巴里面它就不见了，像喝的这样子的感觉。它是需要多咬几口，就让你把它分开来。我觉得在市场里面算是一个清爽小物啦，吃太多很腻的东西可以来这边吃吃看，解腻。还不错，15块，有够便宜。在菜市场里面呢，台南也蛮有名的这种东西是那种肉粿。肉粿。对，所以我们来到这家呢是果菜市肉粿，它呢有卖不同的肉粿，其实就是有点像是萝卜糕跟蛙粿介于这个东西的中间。那我们今天点的就是一碗小碗的肉粿。对，我们今天写的是小碗肉粿加1颗蛋。台南在吃肉粿啊都会加蛋，而且它拉起来有点像麻糬。麻糬？对啊，你看。不觉得像麻糬吗？它比较黏的感觉因为萝卜糕的话，我们上次拍嘉义吃的是阿婆鸡粿、煎粿，它比较松散一点。对，是可以切块的，这种有拉扯的感觉。它跟我之前在台南吃到的肉粿口感不一样，真假的？它真的像你说的，带有一点那种 QQ 软软的口感，很麻糬。它没有像菜头粿那种比较扎实的口感，或是咬下去会断的那种口感。它真的好 Q 哦，然后是咸口味的麻糬，有点像在吃客家咸汤圆的味道。那我来会一会。口感很好第一次吃到这种味道，对不对？它虽然外表看起来是有点黏黏的、QQ 的，但是吃进去其实可以算是入口即化，舌头轻轻一推就开了，是完全用不到牙齿的。没牙齿的人也可以吃。对，你的招牌语，那完全用不到牙齿，这口感很赞，比萝卜糕赞很多。然后它又有萝卜糕的味道，配上这个台南的独特酱料，然后再配上蛋。哇，原本想说这家应该没多好吃，想说来凑个数，结果。这个真的蛮好吃的，真的蛮出乎意料的，因为它很不起眼，再加上我们吃完阿婆煎粿，觉得就很普，会觉得是一样的东西，但是没想到它真的很好吃。
美食区啊，都集中在5栋的这个后面，5、6、7、8后面这边。我们今天介绍的美食也都在5、6、7、8后面这边。大家如果要来的话，记得就是往这里面找就对了。今天这集的台南安南市场美食就是介绍到这边啦。那如果大家有喜欢我的影片的话，记得要按赞、分享，还有订阅我的频道哦。让分享有温度，用美食做记录。大家拜拜。